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过去的2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母子关系和中国家庭，不过这个题目我们先放一放。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学业和职业道路？我们应该积累怎样的能力，才能在快速变化的未来拥有持久的竞争力？最近这几年，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带给大家的焦虑感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网上一直有激烈的争论，在未来，到底理科生更容易被淘汰，还是文科生更容易被淘汰？很多人觉得理工科更危险，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苏德超教授就表示，理工科工作才更容易被 AI 取代的。为什么呢？因为与文科相比，理工科的数据量大，但结构性强，精度高，可以直接进行量化分析，更便于 AI 高效学习。这的确是一个趋势。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低层次、重复性强的理工类基础岗位正在逐渐减少。很多企业开始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初级程序员或者初级工程师了。但也有人反驳说，那些声称理工科更容易被淘汰的人，往往自己就是搞人文社科的，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现实情况是，这些广义的文科才是首当其冲的。比如，现在全球许多大学都在大规模裁撤人文社科和艺术类专业。既然 AI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生成一篇结构严密的文章、一幅光影绝佳的插画、一段悦耳的音乐，那单纯的文字堆砌和图像绘制似乎正在失去市场价值。在这场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大洗牌阶段，很多人甚至陷入了极度的悲观，认为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在未来都会变得无用和无意义，整个社会将由极少数的寡头加上强大的 AI 来接管。那 Anthony 认为这种看法也是过于悲观了。但毫无疑问的是， AI 几乎对所有的专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基于学历和传统教育体系下积累的知识，在人工智能的进步下正在贬值。既然单纯的知识和技术都不再绝对安全，那么我们今天就试着跳出这种低维度的焦虑，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到底怎样才能建设自己不可替代的能力。在这个系列的视频里，我们并不会也不可能给大家指出一个未来的所谓热门专业或者具体的风口职业方向，而是想从哲学的角度和大家讨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能够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工作的思维方式。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们该如何区分世界上如此多的工作呢？按照一般的常识，可以把工作分为主要和物打交道，以及主要和人打交道的。和物打交道的工作，例如程序员敲打代码，工程师操作机械，会计核算报表。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就是销售、教师、心理咨询师等等。这个分类很符合我们的直觉，但从一个更本质的角度看，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心理工作，我们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心理工作者。这个意思是说，不论你表面上是在和人交流，还是在和机器与技术打交道，你真正的工作对象永远是人。人与物的关系，在拨开表象之后，依然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总是习惯性地将对象给人化，这里的人化是一个动词，也就是我们通过对物进行移情，从而实现与物背后所代表和象征的另一个自我意识的交互，这是人类最根本的需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其表述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面，才能得到它的满足。什么意思呢？人类的欲望最初总是指向物的，比如饿了想吃饭，冷了想要取暖。但物是死的，毫无生气。当你的欲望仅仅停留在对物的消耗上时，你会不可避免地感到空虚。所以，人的欲望必然要发生转变，从毫无生气的物，转移到能够给出回应和承认的另一个自我意识，
也就是另一个人身上。当欲望的对象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后，单纯物质的消费就升华为了精神的互相承认。因为从死物身上获得的满足是有限且短暂的，而从另一个他者，也就是另一个自我意识身上获得的承认才是无限的。这其实是渗透在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和行动之中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消费一件物品，其实我们是在消费这件物品背后的人的精神。我们对一件艺术品产生美感，归根到底是对于这件物品所代表的创造它的人类精神产生了共鸣。甚至有时候，有些艺术品描绘的内容是丑的、破碎的，但这种对丑的刻画，实际上是艺术家将丑当做了一种手段，来更深刻地揭示他内心世界的复杂与真实。再举个比较接地气的例子，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真的只是为了纯粹的填饱肚子吗？当然不是。我们其实是在寻求一种审美体验，或者说一种精神连接。这家餐厅营造的氛围，背后的故事，灯光的冷暖，甚至是老板展现出的品味和专业度，都会营造出某一类精神状态，而这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选择。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不，我很理智，我下馆子就是为了实惠，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品牌和背后的精神价值，也不存在什么人与人的链接。但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他真的仅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他就应该进入饭店后冲进厨房狼吞虎咽，或者去偷别人的食物，或者去吃别人的剩菜，而不是遵循人类的社会规范和礼仪，找个座位坐下，然后和服务员点菜。当他遵循这么一套默认的礼仪时，他已经是将他者的承认置于自己的动物性欲望之上了。他希望对方把他当作一个具有理性的人来承认，而不是一个饥饿的动物。再比如，他强调自己追求性价比，追求实惠，不在乎他人的眼光，但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争取他者承认的欲望。比如，他希望被认同为一个务实、理性、独立的人，他可能在潜意识里感受到了消费主义社会对只在乎实惠的人的一种隐性歧视，所以他试图用我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这层铠甲来向世界证明我是一个务实和不盲从的人。他看似在拒绝社会的凝视，拒绝身份认同，实际上却是在努力地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当他看到了某个人也选择了和自己相同的生活态度时，他可能会很欣赏对方，觉得很高兴。这其实也说明了，在那些表面上与他者无关的需求背后，其实处处都渗透着社会性。再比如说，一个人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孤独的，不可能被理解的。当他看到另一个人和自己有相似的经历，并且也这么认为时，他反而觉得自己被理解、被看见、被承认了。他们通过强调人与人不可能互相理解，反而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互相理解。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而符号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媒介，是为了让另一个人懂。一切人类的情感都可以归结为同情感，都是为了寻求共鸣。哪怕是恨或者拒绝沟通，追求不合群，本质上也是一种在追求某种特定群体的承认。这就说明了人类的任何话语其实都必然包含着社会性，它绝对不仅仅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才有的属性，或者说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有的特点，而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普遍需求。那讨论完刚才那个吃饭的话题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人工智能是不可能真正替代人的，因为人类的根本需求，也就是被另一个自我意识看见和承认的需求，只有人类自己能够满足。让我们用一个目前受 AI 冲击的行业来举例，美术。现在许多大学都缩减了美术方向的招生计划，如今的人工智能，只要你输入几行提示词，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幅画，甚至一段音乐。而一个画师画一幅画，可能要几十个小时，甚至好多天。虽然 AI 绘画还有很多细节不完美，但那种惊人的效率和不断迭代的速度，是人类望尘莫及的。很多人认为，
除了那些垄断了艺术资源或者有人脉关系的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普通的画师都注定要失业，甚至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但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一切的工作本质上都是心理工作这个逻辑，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在 AI 时代，我们恰恰需要擅长去挖掘客户真正的心理需求。比如，你可以用绘画作品去表达某一种具体的社会情绪，或者是你独特的思想观点，你要去营造一种人设。我们要明白，当观众在欣赏一幅画时，他们真正喜欢的其实并不是那些色彩和线条的排列组合，而是这幅画背后潜藏的那种视角，那种心灵体验，那种看世界的眼光。观众们感到你的画让他们看见了他们自己的情绪，表达了他们想说但未能意识到的部分，于是他们感到一种美感。他们真正的审美对象是画家本人，而非画本身。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观的同频是任何一个没有灵魂的模型都无法生成的，或者说，我们对精神独特性的追求与 AI 技术本身并不冲突。如今，随着技术的下放，越来越多人可以随意地用 AI 生成大量看似精美，实则平庸的作品。当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划过成千上万张这样过度精致却空洞无物的 AI 画作时，我们很容易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和精神上的疏离感。但这并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而是由于创作者没有能力利用它来为作品注入灵魂。真正的创造力往往就体现在把最平庸、最机械的内容转化为最深刻的隐喻。就像苏联笑话一样，苏联的官方宣传语都是极其刻板、枯燥、毫无感情的套话，但充满智慧的普通人只需要把这些官方套话原封不动地搬到另一个荒诞的生活场景里，就能产生极其幽默且震撼人心的反讽效果。再比如，一个画师可以接受一些客户定制的商单，但如果你能够通过与客户详细的沟通，理解了客户本人的人生经历、个性和心理动力，并用你的画来深度地反映客户的理想人格，那么客户会感到自己被深刻地理解了，他灵魂里的那个完美的理想终于有一个感性的载体。在这里，你真正销售的产品不是这幅画，而是这种看见对方、挖掘出对方独特性和理想自我的对话过程。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想，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普遍但也更常被忽视的规律，那就是我们要善于洞察工作和职业背后的隐形心理需求，并擅长利用自己的人设去给真正意义上的客户，而非表面上的客户提供心理层面的价值。这不仅仅适用于艺术创作或者服务业，哪怕是那些看起来非常理性的技术类工作，归根到底也是要服务于人的。比如中小学的校外教培机构，按照表面的逻辑，一个教培机构的老师，他的工作就是教学生做题，他的产品就是提高考试成绩。他的客户是谁？是坐在台下的学生，或者说希望孩子考好成绩的家长。但事实上，如果仔细和很多家长打过交道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培训机构允许家长在教室后面听课，而他们表面上是为了盯着孩子学习，或者为了跟上进度回家好辅导。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家长来到这里，是因为对教育内卷的焦虑感，他们不断地问老师问题，表面上是关心孩子的成绩，其实是希望老师来安抚他们的焦虑。教培机构会非常在意老师的续报率，也就是家长在下一个季度是否还愿意报这个老师的课。表面上这个续报率和成绩应该是直接挂钩的，但实际上很多家长真的没有那么在乎那几分成绩的波动。只要孩子的成绩没有断崖式下跌，真正决定家长下个季度是否继续掏钱的，往往是老师给家长制造的感觉。许多家长花钱主要是为了买一份免责声明，我是一个负责的家长，我已经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了。因此，他们真正购买的产品至少还包含着这样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教培机构和老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这些焦虑父母的心理治疗师。
再比如很多共同报同一个培训机构的家长，因为这层关系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和合作关系，许多母亲都生活在一种非常压抑的文化氛围里，不准有属于自己的追求，一切的个人爱好和追求都要放在为了孩子和家庭的框架下，而培训机构则给了许多母亲一个完美的借口。结婚后的他们可能面临着社交退缩和孤独，于是通过一起送孩子去培训班，母亲们彼此可以一起交流很多话题，甚至可以找到一起旅游的玩伴，这都是大大超出了教培机构表面上所提供的价值的。在这里，培训机构还具备着某种社交功能。我们再举一个技术壁垒很高的工作，医生。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渗透医疗行业，虽然目前离替代医生还有极其遥远的距离，但在分析影像、辅助医生操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患者并不是机器，当一个人一旦生病，尤其是面对重大疾病时，他的心理状态会瞬间发生退行，他会从一个成熟的成年人退行到一个极其脆弱、充满恐惧、极度渴望依恋的婴儿状态。这个时候，病人去找医生，不仅仅是为了求一个冰冷的治疗方案，他更是在寻求一种存在主义层面的救赎，是为了缓解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绝对孤独感。当我们觉察到了这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并在工作中主动去承接它时，我们就拥有了 AI 永远无法剥夺的资本。中国的医院就像一个极其高效的医疗流水线，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导致大医院的患者太多，每个病人分到的问诊时间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大多数医生的状态是疲惫和机械的，当然，中国的医疗体制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在这种极度缺乏情绪滋养的医疗环境里，一个具有服务意识、能够提供的一点心理支持和安慰的医生，对患者来说是非常稀缺的。患者会对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中国熟人社会的网络里，患者会成为你最忠诚的超级传播者，而认可你的患者以及门诊量的增加，也可以为你打造个人品牌做素材。你要善于利用他人的好评来衬托和建构自己的人设，树立自己的形象。这种好评或许可以为你带来额外的机遇，比如去外地做手术的邀请。而当你把这种对人心的洞察和关怀延伸到线上，比如开始做自媒体，你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型，成为了一个既懂专业医学，又懂大众心理，还懂得传媒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我们做任何工作，不应当仅仅关注表面的、显性的工作指标，还要去分辨和挖掘客户更多样化的，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隐性的心理需求。能敏锐地捕捉到当事人自己都未能察觉或者不好意思的需要，并用自己的精神去给对方提供心理支持，这才是真正稀缺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具体该如何培养呢？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聊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